我可以说这句话，我们肯定是全中国在家电服务方面体验最好的公司。整体的盈利大概需要多长时间？做企业它不是争一朝一夕，亚马逊赔了这15、16年嘛，但是不影响它成为一个伟大的公司。特斯拉也赔了10几年，但是也不影响大家都认为它会是一个成功的企业。问道掌门人是一档聚焦汽车行业知名企业家的高端对话栏目。在上期视频中，我们深入了解了未来的用户服务理念，以及在巨大运营成本面前所面对的困境。本期我们将继续从用户话题入手，深入了解这家企业的用户运营逻辑以及企业的发展方向。未来用更好、更长久的优质服务满足更多的用户需求。那如果说这是一个巨大挑战的话，那在下一步具体的工作环节、工作方法上有什么样新的想法，能够去解决这个问题？从一个具象的角度来讲的话，比如说给用户提供的这种线下的跟车相关的服务，那电动车嘛，第一个就家电，对吧？方不方便？还有一个就是只要是车，它就有售后服务的问题啊。那我们肯定在这方面是要加大这个基础设施的投入的力度。我们的家电的这个服务网络方面，除了移动充电车啊、超充桩这种布局啊，我们要继续加强。我们在全国已经部署了几百根超充桩，我们下一步还会加快部署。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换电站，现在已经部署了150-160座，我们还在加快的研发我们的2代站。我们的2代站在明年上半年肯定就要开始部署了。2代站的话呢，它的这个体验更好，成本相对来说也更低，换电时间也会更短一些。充电、换电、加充桩、超充桩、目的地桩、第三方桩、换电站、移动充电车，我们是一个立体的、点线面都兼顾的全场景的覆盖。我可以说这句话，我们肯定是全中国在家电服务方面体验最好的公司。在绝大部分情况下，我们用户用电车的体验其实比油车是要好的。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售后服务，除了全国服务了几百家我们的授权服务合作伙伴以外，我们现在在加快我们直营的、自营的，我们叫 Near Service Center， 加快这个建设。希望用户的车如果有需要维修的情况，在我们这待的时间越短越好。我们现在基本上绝大部分的维修能做到1天之内做完。线上的部分，我们 APP 我们在推进我们的智能服务啊，我们希望通过 APP 能够让我们的用户在需要服务的第一时间就能有一个智慧的连接，就把他要找的人立刻推送给他。其实这背后有很多的内部的管理的流程啊，还有很多开发工作要做，不是那么容易做的一件事情。我们还有一些活动，针对我们车主买了车以后啊，在我们社区的这个活动，我们怎么样去做得更丰富、更满足我们用户的需求？每周大概有几千场活动。过2天我要去参加篮球赛啊，就我们用户自发组织的啊。我上次在济南就参加了一个济南赛区的。我们足球赛搞得也很有意思啊，还有我们的 Neo Day。今年我们的这个 Neo Day 从10个城市里面选拔出来的，用户投票投出来的，竞争非常激烈，大家都还挺期待的，参与度很高啊。对，参与度很高，我们有1万多车主报名。我们今年还有很重要一个就是用户信托啊，我们在组建一个行业社群的这么一个计划，认证行业社群。因为我在上市的时候把我的1/3的股份捐出来，成立了一个用户信托。这些收益呢，用来支持整个未来作为一个用户企业，关怀用户，跟用户来主导这个公益，还有用户成长啊，由整个用户来决定怎么使用。总体上来说呢，我们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立体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啊，能够让我们的用户买了我们的车以后，生活中能多一些欢乐的东西。我觉得这也是非常重要的。未来汽车这种用户基因在企业文化、产品设计、运营模式等等方面怎么体现了？就我一直说的，服务用户的方式是更大的一个变革。
它是基于智能电动汽车这个汽车的载体，同时也是基于像移动互联网、移动社交、手机这样的一个连接用户的这样一个载体。是用户本身也在变化，95后、00后都是互联网的原住民了，所以它的逻辑是完全不一样的。企业的方式也肯定要跟得上这个。我们现在再去讲，不简单的说是用户的参与，一定要创造拥有的感觉，一定要让用户觉得对你这个公司、对你这个品牌，它已经不是简单的一个参与的概念。刚才在外边，我们有一个用户志愿者今天来值班，对吧？我们今年有几千个用户志愿者到我们的 NIO House、NIO Space 去帮我们去介绍车。他们是自愿的、自发的，然后无偿。对啊，我们有一个叫未来值，给它加点未来值。我们今年还有很多交付志愿者，对吧？我们车展的时候有志愿者，我们在这个 NIO Day 有志愿者。你像我们这个 NIO Day 到底怎么搞？我们有用户志愿者全程来参与，很多事情是他们来定的。其实未来本身呢，它就是一个大社区，很多东西我们希望用户可以去决定一些事情，它确实会影响到我们这个企业的方方面面。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的愿景是成为一家用户企业。我们希望通过好的产品通过我们的车、我们的服务，去把用户能连接起来。我们希望未来是一个以车为起点的一个社区，这个社区能够给用户去创造一种愉悦的生活方式，分享欢乐，共同成长，这是我们真正相信的东西。对于未来来说，用户思维不仅体现在企业运营环节中，还体现在产品设计领域。在李斌看来，车不应该只是交通工具，同时还应该变成一个有温度、有情感的伙伴。车企不应该只关注技术进步，更应该关注技术带来的情感体验变化。未来下一步发展的话，势必要和传统燃油车去挑战市场。在这个过程中呢，未来怎么样对标两类车型，燃油车、混动车的竞争力，来打造未来的特殊的一些功能和卖点。如果去从一个变化的角度来讲的话，传统的燃油车是我们最需要抢过来的用户。全世界的在出台一些对电动车比较有利的一些政策，中国有补贴有很多城市有不限行的这样的一些优待，电动车还不需要交购置税，优势挺多的但我觉得不管怎么样的话，用户其实他只会为好的体验买单，所以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，首先我和同样价位的汽油车相比，我的产品的性能、智能化的程度、服务的体验各方面，我必须是显著的比传统的汽油车好。我们为什么投那么多的钱去做跟家电体验相关的服务、跟售后服务相关的投入，其实就是为了达到这个目标。我们也注意到有一些用户有一个说法，说现在我们未来的销售属性和服务属性很强了，甚至都可以忽略产品的创新性。那对于这个评论你怎么看？我们产品的创新应该说是体系性的。我们今天的 ES8、ES6 还有我们的 EC6，其实创新非常的多我们在研发方面的投入应该说是非常坚决的，每年几十亿的投入。毕竟现在是我们的第一代平台的产品，肯定还有一些新的技术，肯定是放在我们的第二代平台里边的。因为产品推出它都是有节奏和周期的，所有的汽车都一样。前段时间我们刚推的 NOP， 我们的领航辅助功能推出来以后，口碑是非常好的，媒体用户的评价都很高。还有我们换电的这个技术，我们的100度电池的技术，我们是最先做的。那当然后面也会有人 follow。我们未来的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的创新，还是给了这个行业非常多的启示。持续创新的一些点肯定是在我们将来的产品上，大家肯定会越来越多的看到。毫无疑问，我们一直都是把创新、把技术的领先当成我们整个的一个基础，这个我们还是会坚决的进行投入的。我注意到，未来在整个的销量上可能要进入一个快速的发展期了。那未来在以后怎么样平衡这种规模和质量和服务这三者的关系？这就跟登山一样，你必须 hold 得住才行。我从4000米爬到5000米了，爬到6000米了，你说我往回撤吧，这肯定是不行的这个不光是技术和产品，服务质量都一样。那其实在你们之家的质量排名里面表现也非常非常的好，经常是第1名我们质量团队有好几百人，我们不光是做自己的这个质量控制，我们还延伸到我们的供应链的合作伙伴那边去帮他做质量控制。因为最近我们有一个供应链的合作伙伴，我们觉得
它这个质量需要提升，我们就派了10几个人过去，现场加班加点熬通宵，帮他改进质量。只要把它作为一个自己的一个追求，持续的去做，持续的改进，肯定是能够变得越来越好的。我们今天的产品和我们18年、19年的产品相比，毫无疑问是成熟和稳定多了。不管是软件还是硬件，其实我们的服务呢，也肯定比那个时候也要好。用户也挺关心的，未来掌门人眼里，你给用户打多少分？我觉得肯定是100分吧。100%的话，那你觉得未来还有成长空间吗？我们用户给未来已经做的足够多了，我们不能再去要求什么，我们给自己打50分吧。对，60分及格，我们给自己打50分。我们很多地方还没做好。20年毛利率到了多少 ？Q3 到14.5，Q2转正了。整体的盈利大概需要多长时间？做企业它不是争一朝一夕，是要持续的长青啊，越来越好。亚马逊如果从95年开始算起，估计赔了这15、16年嘛，但是不影响它成为一个伟大的公司。特斯拉也赔了10几年，它今天盈利，如果把这个碳排放积分去掉，其实也没利润，但是也不影响大家都认为它会是一个成功的企业。我们不会停止对研发的投入，不会停止对服务体系的投入，但是我们当然把每一分钱啊要花得更省。你像我今天从合肥回来做2等座，我们公司这个同事出差也都是300块钱、400块钱的标准。其实我们对自己还是比较省的。明年你预计销量能达到多少？从目前来看，我们还是非常有信心吧。但是现在说销量不太好说，我们都是按订单生产。你买我们的车，不管是ES8、ES6还是 EC6，都需要等一段时间，这场也要等3个多月。我们也在加速的去扩展我们的产能。从目前来讲，我们的需求还是比较强劲的。有在中国 IPO 的准备吗？我们做了一个未来中国，把未来中国业务变成了一个实体，也引进了人民币的一些战略投资人，应该说具备这样的可能性。但是到底要不要启动，什么时候启动，我们还会根据市场的情况做最有利于股东的这个选择。你希望带领未来这个企业做出一个什么样的成就？我们一直说，我们希望成为全世界用户满意度最高的品牌，不分行业了，这是我们对自己的一个要求吧。蔚来汽车给我的印象，首先就是比较新颖、有创意，能够从用户角度出发去做它的体系、产品和系统。它的发展是一波三折，在短时期内了大起大落、大开大合，非常不容易。蔚来之所以最后能够克服这些困难，走到今天，首先一点，它的初心和它坚持的用户为核心一直没有改变。第二点呢，就是坚韧不拔，克服困难。最终经历风雨见彩虹啊！现在我们不能说未来以后就没有困难了，我想在发展的过程中还会遇到很多困难。未来只要是能够坚持它应该坚持的东西，大趋势下，未来一定会有大有作为。李斌是一个很有行动力的理想主义者，也是一个很有持续力的浪漫主义者。那我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往往有理想主义情怀的行动力往往不一定强，有浪漫主义情怀的持续力往往不一定强。但是呢，李斌能够兼具这2个方面。